在距今1200年前，弘法大师在讲堂中的须弥坛上，以大日如来为中心，放置了21尊佛像。这个布局正如曼荼罗所描绘的那样，大日如来在东寺的中心点的位置，而东寺的整个区域被视为是一块画布，映射成一幅巨大的立体曼荼罗。这正是弘法大师一生修行中所设想的大伽蓝布局。弘法大师希望通过立体曼荼罗这种表达形式，让人们更好地接近、感受和理解密教的教义。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都的东寺。您若是来京都旅行的话，我强烈的推荐把这里作为旅行的第一站，因为这座古寺的历史悠久，从平安京迁都之时就被建立，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是古都兴衰的见证者。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也极为重视这所寺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维护。无论宗教和文化以及建筑，都可以视为这座古都的代表。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下东寺的大概情况。京都的东寺呢，位于京都市南区九条町，正式名为教王护国寺，意为守护国家、教化众生。东寺始建于公元794年，即迁都平安京的那一年。位置呢是位于平安京的正门罗城门的东侧。其实呢，历史上还有一座西寺，也是同年建造的。当时两寺呢分别镇守在罗城门的东西两侧，但是那座西寺呢，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荒废了。在随后的823年，嵯峨天皇继位，将东寺赐予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弘法大师花费了16年来扩改这所寺院，最后成为了真言宗的道场，受到了皇室、贵族以及广泛民众的信仰。在中世以后，他也得到了许多执政者的支持，例如像后醍醐天皇、足利尊氏等等，因此寺院非常的繁荣昌盛。遗憾的是，在1486年，一场大火导致寺院的大部分建筑被烧毁。现在的金堂、讲堂、南大门、五重塔等殿堂都是在桃山时代以及江户时代由丰臣家以及德川家等人重新修建的。最初建造的建筑呢，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呢就是东寺的大概情况。东寺的内容呢比较丰富，我打算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聊一聊这所寺院中的一些有趣的景点。在迁都平安京时，城市的布局在风水上是经过考究的。例如守护京都四方的四神，分别是北方的玄武、东方的苍龙、南方的朱雀以及西方的白虎，又被称为是四神相应。然而在寺院的东南角却放置了一座象征守护西方的白虎雕像，这个奇怪的摆放位置一直让人们感到疑惑，而且这座白虎雕像的面容看上去十分憔悴。当时的民众调侃道，这只白虎看上去像一只瘦弱的猫。逐渐的，此地就被人们称呼为猫之角。此外呢，另有一说，说到是猫呢，在古代可是昂贵的宠物，只有贵族和僧侣才能负担得起。到了江户时代，社会平稳，经济发展，普通民众也开始纷纷养猫，特别是在养蚕的人家，因为猫呢能帮着捉老鼠。然而养猫的多了，弃猫、流浪猫也就随之增加。那些弃猫的主人总会想方设法把猫带到偏远的地方丢弃，以免猫呢自己跑回家。而当时东寺的位置是处于京都的最南端，属于城市的边缘。这一带树林茂盛，地形复杂，环境呢昏暗，渐渐的甚至连家养的狗以及生活物品也被人遗弃在此地，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人们变得越来越开始嫌弃此地，并认为这里呢很不吉利。日本的传说中，这些被遗弃的物品经过99年就会成妖，因此这一带也就成了妖魔鬼怪的聚集地。历史上还传出过许多妖怪的目击事件，例如民间传说的伞妖、灯笼怪之类，就是这么来的。这呀就是猫之角的由来。如今此地已经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街市，白虎的雕像也不见了踪影，只是野猫呢倒是还能看到几只。作为京都的国立寺院，东寺呢有6扇大门，这些门的名字都非常好听，
例如像是庆贺门、莲花门。但是呢，其中有一扇门名为畜生门。另外，东寺的东西两座大门常年紧闭，从不打开，这是出于什么缘故呢？接下来和大家聊聊东寺的门。东寺的6扇大门分别是东南西北，加上庆贺门和一座简陋的小门。平时我们去游览东寺的话，一般都是走南北2个门，或者是庆贺门。而东西2座门呢是常年关闭，也被称为是不开门。另外那座简陋的小门呢也是很少被打开，只是它有一个不雅观的名字，叫做畜生门或者是血门。先来说说这座国立寺院为什么会建立这样一座门呢？关于这座门的建造年代不详，也没有任何的记录。说到这扇门的作用，据说是在江户时代，寺内修行的僧侣如果做出与道德相悖的行为，这里主要指乱搞男女关系，一旦被曝光，就会被剥去僧袍，然后从这扇门扔出去。所以由于这扇门的特殊用途，因此它的造型相对简陋，不具备传统佛寺大门的特征。从名字上来说，被称为血门，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扇门在当初建造的时候，仅仅是在寺院的墙上开凿一个洞而已。而被称为畜生门的原因，可能是与佛教弟子的不良品行有关。奇怪的是，如果是这样用途的一扇门，为何要建在寺院的正面呢？也就是南门的旁边，不应该是修建在背面或者是什么隐秘的地方吗？毕竟如果有僧侣被丢出去的话，也是一件丑事，难不成是有意为之，起到警示的作用吗？好了，接下来说说另外2扇不开门。顾名思义，这2扇门从来不打开。先说说东门。这扇门之所以从不打开，和历史上南北朝时代的一场战役有关。在南北朝时代，2朝对立，发生了战争。在京都合战中，败给后醍醐天皇的足利尊氏再一次上洛，驻地呢就是设在京都的东寺。在与对手新田义贞的洛中合战中，一度陷入了困境。当时退守到了东门一带，而正是因为当时关闭了东门，才逃过一劫。据说箭矢射满了这座牢固的大门，若当时这扇门打开的话，后果可想而知。从此之后，这扇门就被永久的关闭。后来的当权者足利尊氏相信关闭这扇门呢会带来好运，因此除了灾害或者是修缮之外，这所门一直保持关闭的状态。另外一座不开门呢是东寺的西门，又名莲花门。这扇门关闭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座国宝级的文物。在现存的东寺大门中，莲花门被认为是最古老、最具有价值的一扇门，建于镰仓时代的1191年，建造者呢是文觉上人。这扇门保留了奈良时代的古建筑风格，是一座3间1户的8角门，屋顶采用了本瓦铺设的切漆造，形态优美，平衡感十足。但是天花板上采用的是镰仓时代的一种名为格子的技法，这种融合展示了日本建筑的历史变迁。关于莲花门的名字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东寺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在圆寂之时，正是他打算从这扇门出发前往高野山隐居之时，在那一时刻，奇迹般的在弘法大师的脚下绽放了一朵莲花。从那时起，这扇门便称作为莲花门。弘法大师圆寂之时，为了送别大师，不动明王显现，并流下了眼泪。人们感叹到，能让威严的不动明王感动到流泪，这也许表明了弘法大师他有着深厚的慈悲心。说完了东寺的门，接下来我们说说东寺内的水池。这个水池有一些玄乎，真真假假，还请各位看官自行辨别。朴丹池呢，位于东寺的五重塔旁。游人们游览东寺拍照留念的时候，最爱把五重塔和朴丹池作为构图的首选。原本以为这座祠堂是东寺庭园的一部分，纯粹是为了美观，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说在江户时代，京都遭遇了一场狂风暴雨，这一股狂风导致五重塔向南倾斜，要将倾斜的五重塔拉直，唯一的办法就是拆了重建。然而重建如此规模的五重塔绝非易事。突然有人提出，如果在五重塔倾斜的方向的对面挖一个地洞，减少支撑力，五重塔会不会被拉直呢？于是人们便在五重塔的北侧挖了一个大洞，结果倾斜的五重塔神奇般的恢复了原状。随后那个洞穴开始积水，逐渐形成了水池，再后来就成了一处景观，也就是现在的朴丹池。至于这个故事的传说，我也是半信半疑。如果这个方法真有效的话，那现在的比萨斜塔岂不是也能恢复直立？学建筑的朋友倒是可以来证实一下。
从南大门进入寺院境内向北走，有一座名为食堂的建筑。这座食堂可不是吃饭的地方，是僧侣们呢生活和修行的地方。在这个建筑的西侧有一块区域是弘法大师空海的居所玉隐堂，在这个区域的一角摆放了许多宝塔和石碑，其中呢也包括一块称为天降石的石头。据传这块石头是一块陨石，到了江户时代，它也被称为不动石、五宝石或者是御法石，成为了民众信仰的对象。这块石头现在被栏杆围绕着，看上去也没有一点特殊之处，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然而在当时，人们相信，如果用馈赠的钱币或者是白米抚摸这块石头，然后通过抚摸的手擦拭身体有病的部位，那么病痛就会消失，得到治愈。但是正因如此，许多患病者都来抚摸这块神石，结果反而让石头成为了病毒的传播媒介。因此在明治时期，抚摸这块石头的行为被禁止。所以如果您去东寺看到奇奇怪怪的石头，可别乱摸啊。